Hello， 大家好，小袁同学。这两天呢，我在努力的测试一支新的镜头，就是放在大家面前的星耀的最新的一支饼干头，它的参数是28毫米 f2.8。拿到这支镜头的这个包装盒呢，我就觉得哇，这次的这个包装它有了新的这个升级，是个正方形的这个小盒子啊，上面很简单的写着星耀2个字，然后下面是机身的型号以及脚上的这个中国制造，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中国味道的。但有一点很奇怪的是什么呢？这个是几个月以前他们给我的16毫米 f2.8 超广角的那个镜头，那这个包装盒和这个包装盒，它们从风格上是完全不同的一种风格啊。这个呢，我就有点很奇怪，就是一个厂商的一个系列的这个镜头呢，其实它应该有个统一的这个风格。当然，我觉得它这个包装，相对来说更好一点。打开这个包装，里面呢是有保修卡和说明书。这个说明书里面呢，实际上它解释了它这支镜头的一些性能，比如说它是6片3组的这个结构，然后焦距是28，光圈是2.8到16，滤镜的口径呢是25.5啊，镜头的直径呢是51.4，最近对焦距离呢是0.7米，厚度呢是9.9毫米。拿出来是一个盖子，然后里面呢是一个小布袋。这个小布袋呢，我觉得我应该点个赞。为什么呢？大家知道这个，即便是像徕卡这么昂贵的这个设备它已经是按照奢侈品的这个路线去打造的，但是它最后的内层包装，大家知道，不管它的镜头还是它的附件还是它的机身，最后都是用一层塑料袋去包装的。我一直在跟那些卖家吐槽说，这么贵的一台相机，那么贵的一支镜头，它为什么不能像 LV、像 Gucci、像爱马仕那样，在包装上做一些改进，让人家感觉说，哎，这个是我花了钱我得到的这种享受。塑料袋的感觉和布袋的这种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这个徕卡的这个最后的那层包装它是用个塑料袋，这个简直显得很 low。哎，这个就很好，这个小可以收口的小布袋我觉得非常喜欢然后呢，拿出来你就会知道说这支饼干头是有多小，非常的小，1厘米不到的厚度，然后可以做到2.8的大光圈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一个事情。那拿到这个镜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哇，这支镜头和日本那个宫崎老爷爷的他做的那支镜头好像是我一开始也就觉得说这个饼干头是不是都是要做成这个样子那么外形上呢的确是非常的像，那么厂商呢也没有说它是不是在设计上有什么考量。那么它外面呢是有个镜头盖，这个镜头盖呢它不是用卡子卡的，它实际上是用旋钮旋的。在我这过去的几天的这个使用当中呢，我是觉得说这个旋转的，就是把它旋上去的这个卡口方式呢，觉得稍微有点慢。当你需要拍摄的时候，你会这个要花个几秒钟才能把它拿下来。那我希望呢，它是一个磁吸结构，这个在适马的那个镜头上面，其实它已经实现了。这么小的一个盖子，它只要吸上去就可以了。那这个口径呢是25.5毫米，我觉得可能很难去给它配一个滤镜，这个非常特别。然后呢，它也没有随机提供遮光罩。不像宫崎的那个28 f2 呢，它是提供了一个小遮光罩的。那么没有遮光罩，也没有滤镜的保护呢，那这支镜头就裸露在外面。实际上我有时候挂在外面，实际上会是蛮担心的。好，现在呢，我把它给装到相机上去
OK， 装上去以后，大家就会发现这个镜头真的是非常薄，它几乎就是一个机身盖，它是一个能拍照的机身盖。那从这个整个表面上看，它是有一层光亮的黑漆，黑漆上面呢用金色和红色呢标注了一些文字，而且这个黑漆呢，我觉得据厂商说呢，它是自行研发的啊，我不知道它的这个工艺怎么样，但是从光泽面、从质感和手感上说呢，相当好，上面的这个刻度非常的清晰。这个上面的这个金色呢，也不是非常的张扬，比较低调。它的这个最外圈呢是一个对焦环，然后里圈呢是这个光圈环，就是这个非常薄的带螺纹口的这么是一个光圈环。然后它上面的刻度呢，实际上是有米和英尺，所以考虑的还是非常周到，细节也是做得非常的好。我觉得一支国产的这个镜头能够做到这个工艺程度啊，我已经觉得非常满意了。因为我没有用过宫崎老爷子的那支镜头，据说呢，这个目前这支镜头的这个工艺呢，要比宫崎老爷子的那个要好啊。然后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这个拍摄的这个体验啊。那因为它没有这个遮光罩，我其实还是蛮担心我的手指会进入到这个镜头里面去。但是这几天拍下来呢，并没有发生这样的这个情况。第二呢，它的这个对焦呢还是非常的丝滑。因为它没有这个遮光罩，所以呢，你在这个逆光拍摄的时候呢，是很容易产生这个彩虹的这个眩光的斑纹的。可以看到中心画质呢相当的犀利，它的细节的这个表现，实际上已经在我这台 M11上面呢，虽然不像那个35AA 那样的非常的 sharp， 非常的锋利啊，但实际上已经是清晰可见啊，画质。中心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它的这个四角四边呢边缘成像呢，这个可能是国产镜头的一个通病，就是它的边缘这个成像画质呢会下降的会比较厉害一点。星耀的镜头呢，我跟原厂的九枚玉呢做了一些对比，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照片呢。黄颜色的部分呢都是星耀的拍的，红颜色的部分呢都是九枚玉拍的。那么我们比如说来比较一下这两张哈。那么这两张呢，这边是星耀拍的，我这两张的对焦呢都是在这个位置，在这个指带的这个折缝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心成像的方面呢，我觉得两者呢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啊，都非常的可圈可点啊。成像颜色包括它的这个结构呢。都非常的接近啊，可以说这个我们国产镜头呢还是很能打的，但是呢，在这个边缘部分呢，你就会看到很大的这个差别。比如说九枚玉的这个边缘呢，还是很清晰啊，虽然有一些焦外的这个虚化的模糊，但是细节都是在的。星耀的这边呢，你会发现这边都已经带炫焦了，那基本上你这边角落上的这个图像质量基本上是不可用了，就看也看不清楚。然后我们来到这边呢，你就会发现说，哎，你看到这些文字啊，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你看这里还是很清晰的，但这里呢基本上都被模糊掉了啊，所以呢，它在边缘成像质量上面还是存在很大的这个差距。就是这两张呢是在室外拍的。星耀的这个镜头呢还是比较标准，这个 M11 输出的偏洋红的这个风格呢，它也保留下来了。但是在九枚玉上面呢，这个 M11 的这个偏洋红它没有了，它变成了这个微微有一点点这个偏绿的这种这个风格啊。当然这个颜色这个都是后期可以调整的。那我们放大看的话呢，那么大差不差，我觉得都是成像还是非常的锐利，结构也非常清晰。那你真要比一个高下的话呢，九枚玉的这个成像的这个质感、这个层次和立体感，包括它的这个真实性啊，我感觉呢要比我们星耀呢要更高一筹啊。大家可以注意到它的这个一些微反差，包括一些成像的这个细节啊，都是要比我们星耀呢更好一点，更舒服一点。这样子，那区别最明显的呢，就是这个消防栓啊。我们
拍徕卡都要拍一个消防栓。那这两个消防栓呢，都是我用2.8全开的这个光圈我们拍的。那我们在全开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注意到它的这个成像啊，中心成像都非常的优秀啊，非常的优秀。字迹清晰可见，大家注意这个标牌上的这个电话号码非常清晰啊，非常清晰，很锐利。我觉得两者都没有什么差别。然后呢，一些纹理啊，一些质感都非常好。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上面的一些斑驳的油漆啊的脱落啊，包括在下面这边的这个红颜色的这个表现啊。当然九眉玉稍微偏暖一点，然后这个星耀呢稍微偏冷一点，但总的来说是还是可圈可点啊。就中心成像上面，大家可以几乎打个平手。但是呢，在郊外呢，你就会发现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看这个星耀的郊外呢，它的这个2.8的郊外会更加模糊，而这个九眉玉的这个郊外呢，相对来说还比较不错啊，相对来说还是可以分辨得出来它的外面的这个情况。那我们来到这个边角的这个情况，那边角的情况就会差别会有点大。那我们会注意到说，它的边角呢是在这片非常模糊的这个角落过渡到角落的时候呢，它突然出现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环带，它会突然变得清晰，然后出现悬焦。这是一个这个镜头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啊。这边就被悬焦悬掉了，但是呢这边是非常的模糊，然后和九眉玉相比呢，它的郊外的模糊性更大一点，但是这里会突然出现一个清晰的一个环带。我们转到另外一个角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一开始会比较模糊，然后这边呢突然变清晰了，然后这边就变悬焦了。当然我们对比这个九眉玉，它这个整个过渡的自然就非常的自然啊，非常的舒服，就很真实。但这边呢就有点不太真实，这是第二很大的一个差别。然后呢，就是因为九眉玉是带遮光罩拍的，然后星耀呢它是不带遮光罩的，所以这张稍微带一点侧逆光的这个照片呢，在星耀上面呢，它就出现了一个光环，这边还有一个小光环。大家会注意到这些紫颜色的这个炫光啊，有的人呢会比较喜欢，就是说，我还是蛮喜欢炫光的，但有些人就不是特别的喜欢，它会破坏这个照片的这个整体感。所以呢，给这支星耀配一支或找一支25.5毫米口径的这个遮光罩呢，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可能需要厂商后期再另外提供，或者说自行这个 3D 打印设计一下啊。所以总体来说呢，星耀和这个九眉玉相比啊，价格差了10几20倍，但是呢，从中心成像的这个质量的这个角度考虑呢，还是不错的，相当不错的啊，是能够有的一拼的。但是呢，这个郊外呢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这个2.8的这个郊外和这个2.8的郊外很不一样啊，看每个人的这个喜好。那边缘呢当然就差更多了，那么所以呢，我这一次的所有的这个照片呢，基本上我都把它裁切到6:7的画幅，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4个角的这个边缘画质劣化的这个问题及悬焦的问题啊。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发现说，它的这个郊外成像，特别是四边四角的边缘成像画质呢，它并没有随着我光圈的收小而得到有效的改善。就比如说我2.8全开的时候，它的四角它是有一些模糊或者说成像的一些劣化的这个情况，但是我收到 F8的时候，边角成像劣化的这个情况呢依然存在。我收到 F16，它还是存在啊。这个呢可能是这个成像的它的这个设计光学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结构的问题啊，我猜哈，希望这个厂商呢能够再努力啊，能够在下一代呢能够做一个改进。那么还有一个小问题呢，就是我在无意当中呢，其实是会发现这支镜头它存在着一些的非常轻微的统性畸变。我是在Lightroom 里面呢，每张照片呢这个统性失真变形呢，我都要加个4，那么这样的话才能把它拉直啊。要提醒大家做一些防备和注意。这个镜头它暗角还是非常轻微的啊，有些
同学他关心这个色散的问题，那有橙色和绿色的色散的，在高光全开的这个情况下还是存在的。当然色散呢，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很轻微啊，这个也不是紫边啊，它是橙色的边和绿色的边，然后就一下子就可以把它消掉了。所以整个来说啊，它的这个画质、它的中心画质、它的这个分辨率、它的这个可用性以及它的这个成像，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优秀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支镜头就很奇怪啊，可能是我这支工程样品的个别现象。这支镜头在我的 M9 那台机器上面呢，在0.7到1米的这段距离上呢，它的黄斑是不联动的。它在 M9 上的黄斑联动是要在1米以后才能联动。我已经向厂商做了一些反应现在也没有得到一些答复，可能就会比较奇怪一点，就是它和我的那台 M9 不匹配啊。我不知道就是其他的 M9 是不是有类似的这个情况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有别的用户报告他的 M9 的这个使用情况，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我测试了一下呢，它在 M2 以后的胶片机上面呢都是可以正常联动的，但是呢至少在我的 M2 上面呢，它的这个黄斑取景器上面是没有28毫米的那个线框的。那么在 M10 和 M11 上面呢非常完美啊。当然因为 M11 它是这个背照式的，几乎所有的那些广角镜头像超级蓝古龙什么的都已经没有红移了，所以呢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在 M240 或者 M10 上面存在着这个红移的情况这个大家可以慎重的去考虑。总结一下，总的来说呢，这支镜头作为国产镜头的一个代表呢，我觉得它制造出了一个2.8这么一个只有9毫米的高度的这个饼干头呢，它对我们的这个体积有了个巨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它变得更加适合装载在我们的那个相机包里面。有时候呢，如果我不是想带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相机包，想随手拿的话呢，我可能会更喜欢，会更选择这样的一支小镜头。最后我想说的是呢，不管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这个镜头怎么样，我始终是会支持他们做出的一些探索但是呢其中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所有的国产镜头厂商呢，它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初创的这个探索的这个阶段，他们距离一个成熟大厂所需要的一些素质和技术呢还有很大的这个差距。大家呢应该不能抱以太高的这个期待和想法，以为可以凭借着只有原厂1/10的这个价格就能拿到很高素质的这个产品，但是呢，我也看到了所有的这个国产厂商，它正在不断的往前努力。我只是更希望的是，国产厂商在产品设计过程当中呢，能够更加的有自主的技术，有自主的这个研发的这个能力呢，来更好的创造出真正中国制造的一些镜头。那这里面呢，有这整个大
大环境的这个原因，也有我们每一个厂商小环境的这个原因啊。很多这个国产镜头每次推出来了以后呢，它都会引起一波争议啊。有的呢是说外形抄袭啊，有的呢是说这个画质或者说素质不足，然后来靠各种各样其他的这个东西来吹嘘。但我觉得啊，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国产厂商能够推出自己的这个自家的这个镜头呢，还是值得一件鼓励的事情。我始终是坚持这样的一种观点啊，因为只有我们不断的去扩充这个市场，去努力的去支持他们的这个生产，那么它总有一天啊，国产镜头是可以比肩这个世界一流的这个镜头制造厂商的。那这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而不是你一边享受着廉价的这个产品，一边还在吐槽它有怎么样的问题。对，它的确有很多的问题，在现阶段它可能问题比它的优点更多，但瑕不掩瑜啊。那我是说我们还是要支持一下，我们还是要鼓励一下，让期待这些厂商共同能够创造出更加令人惊叹的这个产品。但是呢，同时也是希望这些厂商呢能够努力的去做出真正有自己风格的这个产品，而不是一路的去模仿、去复刻去抄袭，或者说去所谓的致敬这个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的未来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的未来是由我们的产品去说话的。就像你这支镜头到底好还是不好，我们看了作品我们才知道，而不是我们去讨论它的那些其他有的没有的东西所以呢，还是在这里非常的感谢星耀能够给到我一支试用的这个产品，能够让我提前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国产厂商到目前为止的一些技术实力和技术能力。我们也非常期待它的下一支镜头能够走得更远更好。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开箱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